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哈，新恋人已经抵达。我们今天要来抓的是说，他现在在哪里？他离你多远？然后我们还会针对他的人，然后做一些分析，还有你们两个相遇之后的未来发展，两个人的能量跟性格的合适度的剖析都会有哈。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那我会把牌意跟一些牌质给的一些启示或是寓意都写在这里。好，写在这里，我尽量写了。好，那你们来开始选吧，我给你一点时间。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阅读久一点，你可以直接按下暂停哈。好，那我想差不多了哈，那不啰嗦，我们就直接开始喽。好，那我们现在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到达哈，新恋人已经到达。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改成另外一种方式哈，我们会先抽3张牌，然后第1张牌先看现在你们的距离，然后第2张牌是来剖析一下他的人如何，第3是当你们接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能量的趋势哈。来，我们先把这3张牌抽出来哈。来，第1张，他现在跟你的距离来，再来，第2张。他的人如何他的人如何来，第3，你们相处相遇的时候的状况。好，应该说，也许就是说你们的能量非常靠近的时候啦，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来发生来，我们先从这张你们现在的距离这个点来看。好，来，一样，我们来抽5张来看整个能量的分析。好，我们来从这里开始。金币7，他现在处在一个在选方向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就是他现在工作方面了哈，他现在工作方面了。可是，他接下来要走的那一个方向，要走的那个路，也可以当做说他接下来要选的这个工作，反正不管，反正就是他事业方面的，他已经接近了他准备要下决定前的那一个困顿时期。那他准备了很久，可是他现在在一个很躁的、很不安的状况里面，正在决定他要走的下一步了。可是以今天的这个牌面来说，无论他选了什么，其实也不能说是无论他选了什么了，反正他一定会选到往你这个方向走的这一条路了，那是他的意念各方面会最强的那一个了只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了，他现在就是在这个混沌期了那该说你们的距离吗？我觉得以这张牌来说，他应该他的那一个箭头正在慢慢的这样子转弯，然后正在快要对齐你这个方向之后，他就会决定了。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很小的一个等待期啦，等待期，所以大概应该会有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吧的跨越，可能就是跨年啊，或是新年过完这个跨越之后，他就会下决定这样。所以这张牌来说，你们的距离来说，可能要等到下一季吧。我觉得要等到下一季，因为它这个能量7、还有8、9、10，它还有一个3个能量的转换，才会进到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它会再重新从一个金币1的能量开始之后，它才会慢慢的、缓缓的往你这边来了。以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是可以直接看啦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个方向的一些其他的诠释怎么说啦来，我看一下这里。就翻2张牌来去做一个补足了看看我这个想法跟这个概念它是怎么说的。没错完全是符合到那里。他现在处在一个很强的调和状态然后应该会受到某些人的引荐，
我说很强的调和状态，就是说他现在正在把他脑袋的东西理清楚。我不认为他有像金币七这样这么茫然啦。我觉得他其实蛮确定，他应该，或是他其实蛮确定他想选什么，他想往哪边走。我觉得他还蛮确定的，只是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应该算是一个蛮仔细的人啦。虽然我们这边可能才会讲比较多，可这边已经看出来他一点他的本质的，我就直接讲了，看后面会不会再有所搭配。从他这一个犹豫，我不该说他的不安啦，但是我总觉得他是个很仔细的人，即便这里的火能量这么强，然后还有一些引荐，我觉得他不是在等引荐，他是已经有人在引荐他要去到下一个位置了，可能是你这边认识的人吧。反正他已经知道他要往那里走了，可是他可能还有一些10%、15%的不确定，或是他自己整理出来，觉得应该没有那么顺利。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知道说，他这个人其实是蛮谨慎的。你以后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不是粗枝大叶，不是粗心的，他是个很谨慎的人，尤其是在生活上的安排吧，你可以把他当成是你所认识的一些土象星座的人啦，他们的摩羯、金牛或处女座的做事方式的这个角度，以你们原本认知到的那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他大概是这样子本质的人，那他不一定是这个星座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在处理他的人生上面的时候，他算蛮仔细的。那尤其像这张皇帝牌它虽然是很强的牡羊座能量、火能量，可是你要知道，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控制欲。底层的一些，我会认为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所有的逝者的国王牌，它还是有一个土能量很强的土能量在稳定下来。所以我只能说，以时间上来说，他要去消耗他这15%的10%的犹豫跟排列组合，他要整理清楚，可能就是我觉得至少要3个月，所以他要出现，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下一季了。因为下一季有比较顺的能量要等着它出来要等着它出来。看一下这里，的确是我觉得这张牌跟这张牌有一些符合啦我刚说这里有一些人在帮他引荐找了路，这里又告诉我说，当这一个人这个引荐这个新的机会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内心就已经决定了。只是他还蛮依赖自己那一个谨慎的个性。他无论任何事情很顺利的时候，他都还是会回头去依赖他这一个谨慎的个性那我们再仔细看他们别的都是一些不错的好牌你看节制牌出现了，再加上这些牌的一些偏向的一些角度的连接他其实不太知道，他也感觉不到，其实他内心也没有那一个想法，就是他现在做的决定是为了往爱情的方向走，他感觉不到。可是节制牌透露了那一个，节制牌跟皇后牌，我觉得他透露了那一个后面的丰收，关于爱情的丰收在滋养着什么跟爱情有关的事情啦。这边其实说漏嘴了，这里其实说漏嘴了，因为其实这张牌他没有说这么多，这张教宗牌他没有说那么多，只是因为我们特别把它翻出，我有时候就是希望能够翻出一些枝微末节的暗示啦。这边确实有说，可是它的能量大概就只有20%左右的那一个小小的讯息，加上这个这样混淆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单看这个教宗牌的时候，它其实不会告诉你说，它其实这整个能量跟它的直觉。他的直觉的选择，在底下一些很小的直觉能量告诉他往那里走，其实是爱情的能量把他往那里拉过去。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才说，无论他这里最后做什么选择，他都是要往你这边
走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特别啦，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特别。你其实内在自己没办法掌握这么多，你内在心理的能量要怎么让你去啦？因为它有很多的是潜意识、无意识跟意识里面3种在交汇混淆你各种想法。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倍感压力，你就不知道为何就突如其来的压力拉扯，把你压扁，让你很难喘出去。那时候它是一种无意识的或是潜意识的能量。它不然跟旁边什么东西对冲对压，它就把你这样先压着。所以有的时候我才会说，我们能控制的所谓有意识的状态的时候，要非常强烈，你要非常具体，要非常强烈，因为你才可以抗衡嘛。你有的时候对于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突如其来的东西，你很难去诠释，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诠释。所以我们控制的是我们的意识上面的。就像他这一组，在他的位置，他现在所能控制的是他接下来人生要往哪里走的这一个意识，可是他不知道他内在有别的意识，其实是在偷偷把他往爱情的那个方向走。所以他会给他什么？他会给他一种他在做选择的时候那一种舒适感，无压的，然后也很舒适的，好像选到那边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很契合他将要往走的那个方向，那里的能量正在迎接他，这个他很难去感受到。所以我才说，我们时常要靠着自己内在的直觉，要常常去细听你自己内在直觉的那个声音，你要把它听清楚，因为那个就是你内在非常多的声音。如果你过度的理智去做决定的时候，你以后会忽视那个内在的声音了。它内在的声音很像什么？很像你的梦境，会提示你一些很真实的感觉。可是因为你一醒来的时候会忘记，然后你会把它当成诠释成梦，然后不太在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你内在的某些声音、某些能量，无意识的潜意识的能量在偷偷的告诉你说，其实你自己心里是有方向感的，只是你有可能忽视、忘记，或是没那么看重，都有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哈。所以，既然我们来看牌，记得我时常给你们的提醒是：第一，要保持着正念，要保持着乐观，这是第一；第二，重点是要好好的练习去细听某些小声音，好，不要把它都当成干扰。有的时候是你内在某些声音，它会有一种排列组，第一个声音、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第四个声音这样。可是有时候我们一听就听到4个、3个、4个、5个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好混乱的声音。可是你要仔细听哦，有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声音最明确。你每次去听都是第一个声音先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最大声、最响亮的声音哈。不过回到牌阵来说，这张牌其实能量不会比这3张大，好。所以他这边虽然他还在整理，他还在踌躇，他还在各方面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比我说的那一个下一季或者3个月的时间再缩短，因为这个能量不够强。我们要看这里能影响多少哈。然后来看这里，皇后哈，以现在他的现况来说，确实是有一个好的东西、好的机会、好的布局正在酝酿中。我得到的第一个很强的直觉是，他现在的某种整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某种整理，比较像是说，他确实有看到有一些好的东西正在酝酿中。他这个酝酿有可能像是说，他接下来的那个机会，往你这边走过来的那一个机会，好像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还不是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打个比方，他也许很想离开他现在的公司，可是时间还没到，可能年终还没拿，还没有换季，公司的人事还没换，有些人还没走，有些人还没进来，这种替换还没到。所以这边在说，有些东西以现阶段来说，以他的现阶段来说，还正在酝酿当中，是好的，在酝酿一个好的东西。他也许在等说，等到他离开他现在的位置，他去新的方向的时候，会是一个时机比较好的、顺理成章的。好，到现在他在等，所以我们不管这个细节，我们就直接讲时间来好了。我觉得确实要等到某一种年度的段落，或是到下一季，我觉得我们把它拉长，因为这个牌子我们没有时间限制，所以我就不一定每个来看的都是在年末年初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他应该就是要到换一个下一季。他不要换一个下一季这样。那从这里，我都觉得以他的位置来说，他确实是在准备领取一些好东西啦。所以
你应该会遇到一个心情非常好的人，而且不是在他人生很低谷的时候遇到他哈。来看一下你们的，从这里翻，都还是在讲一件事情，尤其这边又强化了一件事情是，除了他自己现在的事情在整理，在做选择，其实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其实早就知道他往哪里走，只是他这边有一点像是在收尾啦。他其实现在就算没有整理完整，他也可以立刻转换这个工作，可是他就是觉得好像要收尾，要把它收得好一点。好，以他收尾收他现阶段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来说的事情，他说，所以又可以看出一点，他除了做事很谨慎之外，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一个厚道的词一直在我心里，所以他对于处理人际关系好像也蛮周到的，他不会就这样要离开他现在的社群或是他的人际关系，他就直接走，没有。他好像也有一些餐会啊、喜宴啊，或者请客什么，他要把收尾收好一点哈。他很希望得到好的评价，很希望做事能够圆满哦。这个个性各方面这些哈，来这边透露太多我们第二个阶段要讲的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哈。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一个人的现况哈，给了非常多的好牌。他所谓的好牌是各方面的能量都很聚集，还有一个东西是对于他的人的评价哈，对于他做事的方式哈，对于他怎么看待世界，还有他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而且我觉得偏浪漫哈。这里两个水能量都在辅助他这一个人哈。他是很能体察其他人的内在思维的，所以未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很快就能察觉你内在的心事。可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好像偷偷给了一个提示，是他会轻易的表达出来吗？他会，这个我们现在就要翻的话，那这边要讲什么？没关系，既然翻到了就讲哈。因为我们第一个阶段要讲比较多的是他跟你的之间的距离了，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翻出来。好，好，他很会察言观色，然后他也很会跟你的朋友做朋友，他不会跟你远离吼，他也很会让你的朋友喜欢他，这点都有在偷偷透露出来哈。那你们相处上啊，这边已经要讲你们相处，因为他这个有，我觉得啦，哦，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了，我确实希望他是下一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我是希望他是下一季吗？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很无压的状态，然后他在专心处理他的人际关系，似乎真的看得出来，他要完全从他现在原本的这一个区域跳到一个全新的区域去啦，所以他在某方面来说也是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而且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多人喜欢他哈。好，现阶段他的角度就这样，因为我们再往下讲，就是很多都是他个人的部分哈。没关系，好，我再翻3张牌来看一个提问哈，就是以现阶段他除了你们相见的这个时间距离，好，你们这个是现在是时间距离来说，我觉得到下一季没错，这个我们重复讲很多，总要讲的一件事是，以生活上、物理上、居住上，你们两个现在的距离算近吗？比如说是在同一个城市，只是不同区，还是其实你们在生活上，其实还蛮常出现在附近的，只是不认识而已。好，很多这种题目，我们来翻3张来看一下，怎么解释现在你们的实际上具体的距离啦，哈，比较不是抽象的意识上的哈。看一下，哦，水能量都很强的，5真是，哦，有点可惜，有点可惜。
我在这张牌中间有看到你们可能的曾经遇见，可能曾经认识，可是好像被其他牌推翻了哈。我先说，你们应该在你们的人际关系圈里面，或是平常的住家或什么，你们没有遇到，而且他会从非常远的地方来。他这一次的转变，他这一次的移动是从非常远的地方过来的。好，他这个远蛮像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或另外一个国家来哦，还蛮远的，因为他这边有，我觉得他这个远有一种双重距离，所以我才会说他是可能会从另外一个城市。我觉得另外一个城市已经讲的比较收敛一点了。我觉得他，因为我在这里一直看到某种道别，某种推翻，某种推翻他的现况。所以他为何要去推翻他的现况，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表示他真的是应该会出现在一种大环境的改变，也不是说大环境啊，就是他现在所处的环境的一个转变，很明确的转变，所以他才有这么需要。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要有非常多的收尾的时间，这里啊，这里，这几张这几张其实一直在强调说，他现在正在处理他现况的人际关系，因为水能量很强，而且整理得很清楚，他好像不会放过或错过跟任何一个人做最后的一个关系上的道别吧，或收尾。我觉得收尾比较好所以他好像正在跟他现在的东西做告别。好，那不乏可以看出来，他来到你的世界的时候，他的朋友啊，他的环境啊，应该对他来讲都是全新的。好，应该来讲都是全新的。好，这就是你们的距离，时间上、空间上都是这样哈。你可以期待一下，它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哦。好，来，我们来接下来来看下面的部分哈。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哈，就是我们来对他这个人来做一些分析哦。虽然刚前面已经讲了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我们来从这里看。Tower， 从这里啦，我觉得我应该把它翻译成刮目相看哦。通常我会对人格这个方面来翻的话，我都会觉得他跟你应该是蛮不同的人，而且他会带给你蛮多的惊喜的，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非常多惊喜。我比较喜欢你们遇到一个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但不一定好，我就说喜欢因为他会有很多的特别的事情会爆发，而且会带来非常多的惊喜，不可预期的。好，那不小心翻开了，没关系而且如果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在工作上面你会遇到他什么的？因为我们刚前面讲他这样子换到一个新的领域，我觉得他真的是新的领域跟生活方式。我觉得你跟他的遇见，在我这边的直觉会比较偏向工作啦。但我们还是翻一下好了，好奇到底说的范围是哪个范围？来，好，等一下我们就针对他那一张牌翻3个来看一下。他支持的那一个领域上是你们的遇见是从什么地方来？看一下2张都是这个，看来是朋友圈。他这个不算，等一下好，是朋友圈，他是在你原本的人际关系里面出现的人，所以他会是在一些这边已经跟工作远离，他不是你工作上出现的人，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啦，他确实是从一个很远方的地方来的，他不是只是跟你是不同公司或什么这种他是一个可能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他这个截然不同已经有一点点跨度了。他不是你熟悉的文化背景的人。
我一直把所谓的异地恋这个概念收起来，因为它没有异地，它只是从远方来这样。那它会非常特别，它对你的生活来说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多变。如果你认识它之后，你保持着很强的好奇心，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惊喜。那它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挖掘。它一开始跟你认识的时候，它不会有太多的各种内在的展现，因为它好像还没办法这么快寄托在这个新环境里，所以它会有很多的好会先藏起来。很多的好会先藏起来。只是我这边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是你？因为他来了这个新世界，他来的他的想法里面的新世界来说，他其实有非常多千变万化的事情可以预见，可以见到，可以好奇着。然后为什么是你？这一点这里是没有说出来，只是我可以大概从他把它当成是一面镜子来反射你这里来说，从你们的不同的角度，你们这么不同的这一个视觉里观看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对他的好奇，在某方面是等同于他对你的好奇。你可能是他出到这个领域里面第一个让他这么有兴趣的、这么有感觉的人哦。但这边其实没有那么说明那么这些哦，没有。他这边比较多的说明是，你们两个都没有一开始就豁出去，把自己交出来。你们没有，你们有一种，我这边没有讯息说你们是慢慢相处之后发现彼此的优点，比较多的讯息是你们因为对彼此有过多的好奇，把彼此内在的东西挖掘出来。哦，我一直在斟酌所谓的你们两个之间是否有防备心，可是好像用这个字眼比较错，它比较多的是你们彼此有发觉，彼此都有在刻意隐藏着真实的自己的那一面，然后引起了非常强大的好奇心，这个点有出来哦，那你就可以去揣摩到你们认识的时候会一个那个啦，从这个角度，其实有一些提问我可以翻了哈。我觉得这里有蛮多的问号，好奇哈，有一种很奇怪的秘密感。好，我再翻一下，从这里再翻一下。对于我的提问，我再翻一下2张，又是你们一开始认识，然后开始熟悉到这段时间，你们从一开始就对彼此产生很强的好奇心，而且它有一种游戏的感觉。你们两个有一种较劲的感觉，你们不是所谓的很强的一拍即合，或是一见如故，或是一见钟情的感觉，没有。你们两个的关系更多的是处在一种能量上的对撞，有点雷同。你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其实你们也算是来自不同的个性。可是很奇怪的是，你们两个会产生某一种默契，就是我要想挑战你，你想挑战我，这样子，有一种较劲的感觉。它是一种比较浅的、比较隐晦的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所以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意见有点相似或是相异的状况，可是却不讨厌对方，然后只是会在这段时间彼此留下非常重跟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会非常有兴趣的，希望每一次跟朋友出去或什么都能够再遇见，或是没有那种期待，可是遇见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兴奋，会很想跟彼此再多说话，好像彼此都能够带来某些惊喜。你们两个在彼此的概念里面是一种非常变化多端的，所以它有一种角度是，你们彼此常常都会觉得说，这个人讲的话我没听过，这个人的人格模式我没遇过，很新鲜，很特别，也有一些很些微的很讨厌。可是那一个讨厌有带来某种快感，就是我想知道更多，而不会回避。反而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们在认识，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们会彼此会特别的找对方讲一些话，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在外人看起来，你们好像在辩论、在吵架、在斗嘴，可其实你们两个内在有感受到某种快感跟喜悦，可是它被藏在很里面，它很难在初期被你们两个所诠释成是我
们是互相喜欢的，我们是互相有好感的，不是？它比较容易被诠释成一种很在意，可是，你们自己的知心好友，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知心好友。现场，我觉得你的朋友有看出来，其实你们两个感情蛮好的。因为你们的对话蛮多的，这边看到你们两个的对话呢，很强烈的风、龙卷风、大狂风这两种风在对，它有一点点偏离你们两个本来的性格哦，而且很妙的是，当你们两个接触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把自己的某种性格藏起来的瞬间，但是彼此都会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藏起来了，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什么默契哦，这是。所谓的好的默契，不一定是讲话投机，不一定是两个想的方向，没有，这个就是你们的很特别的一个默契。好，那经过了几次的，我觉得在初期啦，即使见面了3次4次，短时间内也还是会维持这个，状况。好，会维持这个状况。来，没关系，我们从这里看。你们会在什么时候达成共识？这边给的第一个讯息是对于旅游，对于离开现状、离开现在这个场地、离开现在这个城市，去远一点的地方的时候会达成共识，或是对比较遥远的议题，譬如说不是这个国家的议题，对国际的别的议题、宗教的、政治的，就是比较远离现在生活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们会达成某种共识。它不是很贴近你们生活的题目概念的时候，你们会达成比较好的共识的时候，你们才会渐渐的发现说，即使你们两个很爱小别扭、小争吵、小斗嘴，但是其实你们对大方向的概念是合的，但这个不会这么早出现。我觉得他没有安排在这么前面出现啦。没有安排在这么前面出现。这个我想一下我用什么翻哈，那用这个好了。所谓的没有那么早前面出现，是因为以这里的能量跟这一个相处的泡泡跟初期人遇见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风能量在告诉我说，这是你们两个制造彼此浪漫的一个窍门。不是否定说你们不浪漫，而是你们这两股能量相遇的时候，那一个水能量。那个浪漫主义的浪漫的能量，它变得比较戏剧性，变得比较有一种很奇妙的扭曲，让你们两个连接在一起。它有点跟你原本跟其他人相处的模式有点不一样，然后你们会慢慢发现你们的相处模式有点特别，然后这种特别的感觉出现之后，就会把你们两个的关系绑得比较紧了。来，我来看一下对于你们的默契产生点刚刚这边有说是一个离开现状比较远的一个状况里面会产生，我来再让它诠释一下更细腻的好，那我看一下这是吧？是比较慢出来，比较慢出来，而且当你们两个突然间发现你们有默契的时候，你们有共同话题的时候，你们两个还会有一点点吓一跳，就是会想说，原来我们还有共通点呐、原来我们是有共通点的，会有这个概念跑出来然后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你们两个的关系就有点转弯了。可是其实我从这边看一下，我觉得你们早就知道，你们其实是有默契的，不然你们不会一直聊下去，只是一直没有聊到两个人共通的话题。那他不会在很早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就跑出来。可是你们内在会有一种很细的、很小的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是，其实我不讨厌跟这个人讲话，可是为什么每次两个人聊天的时候都是有一种
对撞的感觉。那我跟你说，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很特别的契机是，它可能跟你们好像有一种比较硬的共通点，你们有可能会突然有一天发现，你们有可能是同一天生日、同一个星座或什么、同一个生肖这些的，有一种很硬的相同点啦。然后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两个看似好像来自不同的背景、文化、想法、概念、教育各方面、家庭状况，可是你们好像有一种已经一模一样的东西已经存在了。才会把你们两个拉得很紧。只是打个比方，有可能是同一天生日，或是同一个月生日、同一个星座、同一个血型，这样子的东西，把你们让你们两个有一种很像的感觉，作为初期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的相处沟通的某种很奇妙，我刚说的那一个默契，好，然后才会慢慢的后面才会惊觉到说，原来我从来就没有不喜欢这个人。那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你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奇怪的印象，就是这个人怎么一直在跟我作对，可是又是故意作对，然后又是好玩的作对，又没那么讨厌，然后你也会跟他这样子，所以我才说他是有一种比较隐性的、比较隐晦的一种不打不相识，不会真的争吵起来，不会真的讨厌起来，可是彼此的那个印象、那个在意，就这样累积的很深。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每当你们每一次见面之后离开，其实就忘记了。然后只是每一次下一个再见面的时候，又想起说上一次你们有聊过什么，然后这次又会创造新的假题，然后他会这样子一种跳跃式的累积你们两个人的很奇妙的默契。然后最后，我觉得他真的会在某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消耗了你们的相异的东西，然后终于要来到你们两个相同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比较远方的政治的、宗教的、议题的、国际的，或是旅行的，最前可能就是旅行。然后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两个的相同点，在某方面来说是你们还没有找到被认同的那一个人，然后彼此开始认同了。比如说，你可能有些你想去的地方，你喜欢的生活方式，或是你喜欢的一些特别的东西，在你现在的朋友圈或是你认识的人里面，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不想去，大家也都没兴趣听。那他也是，他在他的那个里面，结果你们两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你很愿意听那些他不喜别人都不喜欢他讲的那个东西，而且他也很愿意听你的，你们两个就产生这种很扭曲的对话，然后甚至你的朋友或什么都会还会觉得说奇怪了，这话题有这么有趣吗？为什么你们两个讲起来的时候就特别有趣？其实他们也不觉得有趣，他们也不是很在，可是就你们两个讲起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感觉，这就是你们找到了你们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很奇怪的默契啦。这个很难形容，可是我想应该有些人可以了解，它就是有些特别的想法需要有特别的人才听得到的这个讯息。好，来这个我最后翻，因为这个讲的比较核心，我先把这两个翻一下。我先翻这个，你们相处的时候，记得这一个人跟这个人不在你现有所认知的一种人际关系模式里，他很特别，他的讲话方式、他的思考模式、他的方向、他的各方面，都跟你现在所有的朋友、跟你所经历的朋友都不太一样，他不太能够以现在来说，没办法被你归纳出来是哪一种。它是一个全新的经验，这个人的出现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好，来，都是全新的经验。然后，我必须说，你们其实都还蛮喜欢听对方讲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即使很讨厌，即使不喜欢。我打个比方，就像你可能从来都不喜欢紫色。好，可能从来都不喜欢紫色。你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可是你就是不喜欢紫色，即便它是中间颜色。可是这个人来的时候，他就特别跟你说，你问他说他喜欢什么，他就直接跟你说我喜欢紫色。然后你会有一种的感觉，或是不喜欢的感觉。可是你就会从他口中讲出来他喜欢紫色的那个角度，你会觉得很有趣、很特别。即便我还是不喜欢，但是我很愿意听，因为他展现出来是一种我没有听过的语境，我没有听过的角度。
我没看过有人这么喜欢一个紫色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诠释。我的意思是说，主题不重要，而是你会慢慢的喜欢这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无论他喜欢各种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你没听过、你没意见的。即使你觉得他是在骗人，他在编故事或是什么，可是你就是喜欢听，你觉得有趣，这个就是你们很奇妙的地方。可是他讲这些东西讲给其他人或讲给你朋友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兴趣。相反的，你也会对他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们两个的话题和内容会在一种某种很小众的角度上，不会马上得到互相的认同。就像你不会认同他喜欢紫色，他不会认同你喜欢某些特别的东西，不会。可是很奇怪，当你们在分享这些主题或是在讨论这些主题的时候，却能够讲下去，这个就是你们两个的默契在这边又在说明的很明确了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啦，因为确实就像这边我讲的，你会遇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可是很奇怪，中间会有一种比较荒谬跟扭曲的默契星星牌出来了，这边其实就已经有星星牌，然后你们的话题、你们的内容会因为什么而变好？越来越遥远的主题，这边其实已经讲了。越来越特别的主题，越来越超乎现实跟你们现状的主题，你们会在那个遥远的远方会达到一个默契。譬如说，这个我很常讲，譬如说，大家都说可能日本有3大祭典，什么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梦魔祭啊，什么之间火祭之类的那些的不一定3大祭典就是特别的祭。可是你的朋友都不喜欢去，你的朋友都喜欢去看枫叶，喜欢看樱花，他们对祭典没有兴趣。然后你这个想法你就放在心里。可是你今天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当你们讨论到日本这一个事情或是旅游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他好像听得懂你要讲这个，所以你就把它讲出来了。然后他会表达出一种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说我没听过这么有趣，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了。会有这种很奇怪的默契。可是你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跟你讲说，但是我本来没有那么喜欢日本文化但是照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可以去看一看。你知道他这个讲话逻辑会这样，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说，你没那么喜欢，那我们不要去啊。可是你又会觉得说，他是难得觉得有兴趣的人，所以你们两个会讨论起来，所以你就会更乐意的分享说，为什么你想要去看，你觉得哪个地方好，他会听。可是你没有办法立刻得到他的认同，或是他会喜欢，他立刻就喜欢。可是你会发现说，他至少能让在我的对话里，或是在我的诉说里面越来越有兴趣。其实两个会互相这样子。可是因为你们两个带来了完全不同背景概念的，所以你们常常会分享这些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才会说，在别的人在听你们讲这件事，讲说为什么这些没什么，或是冷门，或是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的话题，不想讨论，不是什么话题，然后就你们两个却可以聊得津津乐道。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你们两个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因为你们已经被冷落，或是别人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也习惯了。难得有听到有人有感兴趣，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完美完整有兴趣，可你就觉得终于有人要听了，这个感觉我现在讲的只是说你们相处的其中一种很奇妙的、很底层的一种很隐晦的默契，在你们两个之间慢慢存在。那会在每一次见面之后，会加深你们的印象。记得有一点，这个要提醒是，其实你们每一次见面就会忘记，可是下一次见面就会再记得。你们累积出来的情况会比较慢那可是很厚。比较好，因为讲个比较有趣的，就是你们比较荒谬、比较不合理的那一面，找到了一个认同的声音。这就是你们两个人遇到的时候状况了。遇到状况的人要讲这个，可是我们要从他的人格特质，我看到你们两个的一种默契存在，所以这边不得不把它讲一下你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这个人虽然跟你的相处会比较慢熟。而且一开始还会有一种误会，有一种扭曲，可是它有渐渐变好，而且渐渐的变有趣。好，那这里先讲到这，我们接下来看这里第3个就是真的你们相处和遇到的一些特别的状况。虽然这边已经讲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特别的好，我们来看第3张牌的位置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相遇之后的状况。虽然前面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我们还是预览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在后面一些的东西，好吗？来，我先看。节制。你们的先直接讲结论，你们的相处非常融洽，而且会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的和谐度。即便你们是来自
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你们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人，但是你们会找出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哈。你们会创造出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啦，然后节奏很快，花的时间也比较短。好像当你们开始，我觉得当你们开始比较，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你们找到了对比较遥远的东西哈，它这个遥远有一点像是距离上的遥远，就像我跟你说，离开你们现在当地去更远的地方去旅行，这是一件事情，或者想到比较未来的事情，或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计划。它有一个更高阶的，就是你们两个可能会有默契到一起去共同去经营什么副业啊或什么的其他的乐趣之间的。因为你们会慢慢达到一种很特别的默契，我刚刚前面讲了，那这个默契会创造出很多比较实质的东西哈。在节制牌这个位置，我通常都会说，很多的好事发生、累积、创造出来，都是从一个好的情感开始的。那它有分它的前面跟后面嘛？那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已经翻到第3个阶段，然后再开这个，那就是后面的了。也就是说，你们前面的走的那一段路，从比较特别的哦，我会比较形容是比较扭曲的、比较另类的一种相处方式，一种认识彼此的方式，找到认同的方式之后，然后会走到爱情的这个方向。好，我觉得你们也不能算是说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我觉得像是会在某一种高度默契跟高度找到你们的共通点的快速，在一个短时间内快速累积之后，就自然而然的，也不用什么官宣啊，不用跟朋友讲或什么的，你们两个的相处状况和速度就会让其他人都知道说，哦，其实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而且是非常适合在一起的状态。好，我是很高兴在这个位置是看到节制牌了，因为他讲的是比较着实现实面的部分，它比较这个位置比较不讲抽象的，他就是讲说你们蛮容易在爱情上面达到稳定了。好，虽然这个稳定要更多的土能量，但是节制牌我觉得它已经给了非常好的稳定的基础了，后面其他再加上去，我都觉得是锦上添花哈。帮我们来看2张牌。我本来只期待着翻出一些土能量的牌啦，就没想到给的牌更大哈。这2张牌甚至更加的支持说你们，能够显化更好的，更有梦想的、更接近梦想的一种未来的爱情方式啦。好。你们这段爱情关系发展到的好的境界，会比你们原本以为的、原本想达到的，或是原本你设的目标的再更好很多。从3张大牌来去支持这个论点，只能说看起来好像你们会是比较后面才会一拍即合，可是其实不是。其实你们内在就一直有一种很奇妙的默契，把你们推到往这个位置去了。我只是蛮意外这件事情，我就真的是要说意外，蛮意外到了比较后端，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结合状态的时候，他会完全走往另外一种模式去，而且是更和谐、更完善，还更有前瞻性、未来性展望。好像你们两个去协调、去计划一些跟你们人生未来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成功率都很高。所谓的成功率很高，是你们两个达成共识的速度很快。可能是因为前面的一些累积，好像前面那一种很像类似走歪路、走错路的东西，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负能量、类似负能量的东西已经被消耗完了。所以等到你们两个开始在爱情上有认同感出现之后，你们两个的关系进度就会非常快。它在这里，我觉得光魔术师牌它就包含了4种能量的显化可能性的提高，无论是情感上面的、直觉上面的、信任上面的、物质上面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一些冲劲的能量，
在你们两个意识到你们两个是可以在一起之后，这些能量都会充沛的。我特别，因为太阳牌，我必须要讲这一股火能量在前面的牌都比较少出来，可是在这里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当你们两个对爱情有一些比较认同感之后，你们对未来的计划会越明确，而且还会更丰富。你们未来会做更多的事，会想要去做更多的事。而且可以开始比较想象到未来在一起的各种状况，所以心理各方面就会变得比初期或前半段的时候再更安心许多了。来，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哈。的确，你看这边就开始出土能量了。你们会在生活里啦，你们的生活里去不断的找到新鲜的东西，创造很高度的新鲜感。也就是说，在你们的相处里面有一些类似天马行空的计划，譬如说想要去北海道住个1个月啊，把你们这半年赚来的钱都去住1个月，去滑雪1个月，类似这样的想法，结果你们两个却会在高度的默契上这样达成了。不知道方法是什么，但是我在比喻说，有一种更高远的梦想的东西，天马行空，这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却有非常强的魄力跟能耐去把它实践出来，而且在你们生活里面会一直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些很多新的想法，这就是你们两个生命爱情里的一个很强烈的润滑剂，每一次使用，每一次创造出来就可以延续非常久，所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相处持续性很强。会一直绵延下去，时间还蛮长的，因为你们都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世界终于有一个人比较，我觉得他不是说完全的完整的理解你，而是你会发现说他比较愿意理解你，比较愿意倾听你，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说了，你们一直都在一种好像类似，看起来像是一种不认同，可是却好奇喜欢听对方讲一些自己本来不喜欢的东西，它就是一种执行的方式，展现的方式是你喜欢的，这就是一个人格上面的展现的东西。他已经跳跃了，到底你们在喜欢什么，在讨论什么？只要是这个人讲的，这个人表达喜欢的，然后自己内在就会有一种，怎么我变成粉丝了？我就是很想把他听他讲什么，听他说什么，听下去。这就是你们的非常奇妙高度的默契了。这里我是要再展现这2张，看它有什么多。好。我刚刚前面说你们两个会有一种一直推陈出新，一直有一些新想法什么的，这边也有说吼。然后变化很多。你们在你们的两个相处里面找到非常多有趣的变化，所以你们的相处里面一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想法，尽量提出来，因为提出来两个人都会非常搭配，而且好像一直有一种迫不及待，希望在你们两个感情里面有非常多千变万化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我时常要跟你们说，有的时候你们在爱情里面跟这个人会有这些特别的、突兀的、另类的想法跟作为跟冲劲的时候，我觉得几乎不会在你的朋友或家人里面发生，因为我觉得恋人的关系，它充斥着某一种很细腻的默契。这个默契早就包含了所谓的信任，它会让你在这个人面前展现你可能在自己房间里面那个最自我的自己，展现得更淋漓尽致。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所以你们两个相处模式跟你们俩在一起的那一个模式，跟其他人相处可能就不太会展现出来。比如说很可爱的那一面，在你在别人面前可能是个比较严肃的、比较理智的，可是你在他面前会变成非常可爱的那一面，而且你很喜欢某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你其他时间你不太愿意跟朋友说出来，其实不是你不敢，而是你不太愿意，或是习惯上不太展现出来。可是，在爱情里跟这个人很接近的时候，你就会无止境的一直展现出来，而且对方还会表达认同、喜欢、赞赏、鼓掌，希望你多做一点。这是爱情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一股力量会在你们两个里面会变成是有很多很多想要做的事，想去的国家，想要去做的挑战，想要去学习什么，就有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在旁边鼓掌，说去啊去啊去啊，好棒好棒，我期待一下。你就会觉得说，第一不孤独，第二很好玩，很有趣，而且还会很乐意的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展现给彼此看。然后更多的事情是你们两个都愿意一起去做，去很特别的国家去做一些别的挑战。没有登山，没有攀岩过，没有高空弹跳过，没有去潜水过，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愿意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也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强的一种高变化、
高度变化性。刚前面在第一组还说非常多的风能量，告诉你说你们两个有需要一直刷新一种新鲜感。这边也有说哈，在这里你们两个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恋人牌出现了，它就是又急又快的，一直要刷新很多特别的事情。看起来你们回头再看两个相处起来的时候，会发现你们做过非常多特别的事情。这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很特别的一个点了。然后，可是，在别人看起来，你们两个去做了非常多奇怪的事情，也不一定哈。我就会比较像是这一个方向。好，来我看看这里，你们很会，你们两个相处起来，其实这两张，我觉得没有新消息。我说你们很喜欢一直刷新一些全新的东西，刷新一些新鲜感，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两张在补足，这两张又再说了一次。只是这两张再说一次，我必须说，他这边在讲的是说，在这一个一直刷新新鲜感的里面，你们有一直在偷偷的在进步、在进化、在提升自己。可是每一次的能量比较少。所以他必须要在比较多次或者1-2年之后再回头看你们两个做过的这么多事情，会发现说你们的心智、心态跟看世界的方式，在精神面其实有所提升。可是它的累积速度是比较慢，它是一点的。然后这一件事情也让你在几年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一直保有赤子之心，一直保有那种很 pure 的直觉跟感觉。可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有点太干净，就这样哈。太干净有什么缺点？就是还是一直处在非常 pure 的天马行空对人生的概念上啦。而且你们两个越来越接近，越做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会慢慢越来越返璞归真的，会更像小孩子。我是不太确定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可是对于面对真实世界来讲，越来越像小孩子，可能是一种小小的缺点，但是可能不会很大。只是只要多注意一下，有的时候还是要适时的回来像比较大人一样。但是你们两个越相处的时间越长，你们两个就越来越回到未成年的那种对世界无惧的感觉。也因为刚前面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一直想要去什么天马行空的挑战，什么天马行空的旅行，所以你们一直有点在把你们越来越刷回到很年轻更有赤子之心的时候。所以你们两个未来的时候，两个人只要分开彼此久一点，你们就会有一点点觉得回到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那种无奈无聊的感觉上，你们会比较想要腻在彼此身边。虽然两个人还是活得很现实，不会活得很幼稚，对世界还是很有能力、很有判断力。可是你们知道，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里面，尽情的展现出那种赤子之心、小孩子或是小学的样子，都会彼此都很喜欢、很认同。即使会有一些怪但诡异的想法，彼此都还是觉得很有趣。好，这就是你们两个之间，其实你们两个的能量，我觉得风能量算是一种稳定的，可是风力很强，所以一直有一种看起来变来变去，有一种变色龙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的状态，或是想挑战的事情，或是今年想去爬山，明年想去滑雪的这个速度变，在朋友眼前看起来节奏变得很快。可是那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稳定的风能量，一直在那边刷新你们，所以我才说，因为一直刷新，经验也一直丰富起来，到未来你们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的人生过得很丰富，而且心灵成长会提升到一种很特别的境界，而那个境界会让你们对于你们看世界的宽广度，还有对于这整个世界有一种跟自己的想法不同，还有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这种概念的内在心胸接受度也会慢慢的扩张。而且一开始的起点，我就跟你们说，你们两个其实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文化，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你们一开始会相遇，会好奇对方，就是因为你们被所谓的很不同的概念所吸引。所以当你们两个达到了一种结合，达到了一种同步之后，你们就会向外觉得需要再去找更多的所谓的跟与你们所不同的视野啊、风景啊、文化什么的。讲最基本的就是，你们可能会很愿意去各种与自己所认知的世界不同的位置去做开眼界，因为你们会有点沉迷这个。那当你们原本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不太会做，是因为好像太孤独了。又有点太危险了，不太安全。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变成，这个丰富性跟这个求未知的、求异的状态，反而变得习以为常，反而变得有点沉迷，有点上瘾。
那这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好处啦。我不能说你们会比较敦促自己，或是会一直想要提升自己。你们不是这个概念，你们的概念比较像是说，终于有人跟你一起去探险那种未知的洞穴了，总比你自己一个人进去之后，一个人害怕，两个人一起害怕有趣多了，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哈。好，来，没想到最核心的牌是出现这个。基本上前面看起来都一直没有，我觉得非常丰沛的水能量。虽然前面有一些皇帝牌，可是那个是处在一种比较控制的位置。这里出现这个权杖国王，然后又在非常核心，在讲协调的话，又讲你们两个关系的话，我只能说你们这份关系和谐到有双倍的能量去追求人生跟未来有趣的东西。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会有一种1+1等于1合为一，变成一个很强大的1，然后又把两个人非常强大的火能量共用所以你们的默契会提升，一致性会提升，然后也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未知的求知欲跟好奇心，又比之前在更加重放大了许多。原来在这里我才翻出来，原来是因为底下有一个非常强悍的火能量。来，我来看一下这个火能量，如果要讲一个非常高度的价值的话，它会落在什么位置？然后再翻这张牌，再翻其他。是到这里了。果然是一个更高度、连接更高远位置的一个火能量。等一下我再来解释。这里我再翻2张。这一张，然后还有2张，好奇一下。翻完我再说。74进这2张。看一下。好，你们这边有在解释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对于追求所谓的直觉上的刺激很沉迷。所谓直觉上的刺激，就是它有一点点像是一种游戏，就是拿飞镖往世界地图随便射一射，然后射到什么位置你就去那里旅行的这一种内在直觉的一种刺激感，你们很喜欢。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会很喜欢，会慢慢的提升到这个程度，而且你们会有一种闯关破解游戏的感觉，就是先射出来要去哪个国家之后，我们再来规划，再来想想要做什么冒险什么的，这就会达成你们两个一个非常高度的浪漫值。它让你们两个像是一种有点像是亡命鸳鸯，虽然也没有任何东西要追着你们跑，没什么，可是你们两个就觉得说这是你们两个非常高度的一种浪漫值，好像在追求一种有点冒险式的爱情。你们其实没有想要那么稳定，因为你们两个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已经达到非常高度的默契，然后生活上你们两个互相配合，也可以达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生活方式。可是就显得乏味。你们希望在爱情里面有一种更加的故事性、更加的 drama、更加的有挑战性这样子，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不一定是旅行啊，你们的感觉会比较像是说往世界地图射一个飞镖之后射到哪里，然后你们就去做挑战。所以你们的生活里会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今天学完了攀岩，我明年或者是下一季我想要去学潜水，潜水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够，想说要去学自由潜水。这样，你们还有可能会把去学一些东西之后，就觉得说一定要参加一些比赛，两个人都去参加一些比赛，为了这个比赛而努力，然后达到也不用得多高分，可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来去挑战一下，两个人的关系会变成这样。我讲的是这些，可是还有很多别的，譬如说学语言也是，你们两个会有这种。回到我们刚刚最开始的，你们两个刚刚认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较劲的感觉嘛。主要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彼此较劲的感觉，然后两个人目标一致，比如说我们两个都一起去学，看着学的比较好，然后这种感觉、动脑的感觉、讨论的感觉，会让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只会慢慢的增加。这个未来性，在未来你们就会慢慢发现说，你们一直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比你以为的再更丰沛一点，再更丰富一点，再更多变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你们内在有一种很稳定的风能量，一直在这边刷新、刷变化，在你们人生里面刷很多
新鲜感，但它也让你们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劳力，因为它有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本钱，所以你们需要去赚更多的钱，所以工作时间会变长。然后可是它又让你们觉得说，可是当我们下一个挑战要出现前，我必须要准备金钱，准备把生活准备好，然后为此而奋斗，为此去追求那个新鲜感。所以你们在生活上、稳定上，你们会更强烈的要求品质跟等级，要有更多有钱，生活要更稳定，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去追求更喜欢的东西。我必须再说一件事，就是当你们两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一个能量，它没有这么强。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火苗，让你们稳定下来，也没有人陪伴。可是因为两个在一起之后，就像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你们两个会有一种较劲的感觉、对变的感觉、好奇的感觉，它就会转换到你们两个自己身上，就会变成说，我们想要好奇一下，当我们两个合而为一，两个人力量共同使用，我们的默契非常沟通的时候，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出更多的东西吗？你们在好奇自己的人生，还有能够多高多不一样的变化了。好，来看一下这里，看又是风能量，然后出这么高哈，这两张就补足这里了哈。我只能说，在整个过程里，未来了这个会讲比较远，但是我想趋势应该就是这样：你们两个在某一个阶段或在整个过程里会感到疲惫，可是你们两个又觉得说，对于未来想要去挑战、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想要去的那个国家、想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滑雪、音乐这些东西，好想试试看看哦的那种心意跟意识就会澎湃起来。以前没有这么多，是因为一个人太累太麻烦。而现在很多事情就两个人可以分担的时候，即使一起做错事也有两个人。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洞穴里面迷路也有两个人一起，不无聊，而且很有趣。然后你们对于这种有风险的、有挑战的、有趣味的、可以引起好奇的、对未知有好奇的感觉非常沉迷。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在你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应该不太会出来，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总有一种能量很完整的感觉。譬如说，像这里魔术师牌九说了，当你们两个开始有默契的时候，对未来比较共同目标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能量就会起来，这能量就会起来。当你们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有少来少去的，这边少一个，这边少一个。他还蛮符合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是你们彼此就达到一个默契，就是好像他身上有的东西我没有，好像我身上有的东西他没有，然后你们两个就一直在追逐着两个人身上某些神秘的东西，然后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互补。然后等到你们越合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合而为一之后，对追求更高远、更大的世界的时候，好像同步起来了。好，记得我刚说的层次，在这一个之前，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我说，当你们开始讨论比较难的、比较远的东西，讨论政治、宗教或是世界观的时候，这种比较远的东西才开始达成默契。所以等到未来的时候，你们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对于你们所处的环境的一些边一些小东西，就开始没有觉得那么乏味了。你们想要的是更需要想象的境界。所谓的需要想象的境界，就是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冰岛，然后你们想看的东西都是在网络看到，可是实际上你们是没有去到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冰岛在你们的脑海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差不多这样的等级之后，让你们就觉得说，那我们要去冰岛挑战一下，去挑战一下那个荒漠荒野的感觉，顺便去看看有没有看到极光。要让一切想象成为实体呈现，这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有一种非常高度的默契而产生的力量。好，然后非常好的是，原来你们两个的和谐度，整个核心能量仍然是火能量在支持你们往前冲。好，然后你们的关系上又是有风能量，所以那个风一直把这个火焰永远都散到非常的旺，它的能量一直旺，直到你们两个开始精疲力尽，或者是老了之后，才慢慢停歇下来了。好，那从这个角度，我想翻一个东西哈，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是，你们两个虽然有这么高度的默契，对未来有这样子这么高度的默契，可是它一定是需要以恋人的方式维持下来的吗？还是未来会变成是知心好友，或是收妹的方式，成为家人的方式维持下来，然后各自也有自己的恋情也没关系的一种关系往下走嘛？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份关系好像走得非常远，走得非常远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只是有爱情才可以，它有时候会进入家人，然后会有在各自的生活。可是对于比较难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还会再相约在一起去闯。所以我现在就是要问这三张牌是，它是真的会让关系从恋人升级到家人，或是各种更高阶的关系才往下走，还是它就是可以用恋人一直走下去的？好，好，哦，会升华，会升华，但是
我觉得会升华到恋人进入家人的关系，可是还是会生活在一起。好，只是恋人的概念会比较没像刚开始或初期这么浓，然后会变得更理性、更追求生活。你们两个会越来越像家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家人。他应该还是以爱情为基底，然后让人进入家人。他不会是两个人分开，然后是各自的家，不太是这个。他还是在爱情里面，然后成为家人，这个状态。好，那这就差不多讲完了哈。好，那这全部3个阶段就是1号牌的内容哈。希望现在用这个方式来讲，能够讲得更丰富，让你们听得更久一点，还会听到比较多阶段，还会有一些比较有所变化。好，那就这样，1号牌的朋友，我们就一起乐观的期待吧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你们好哈！现在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哈。来，我们为了讲得更细节一点，我们现在都分3个部分哈。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抽的是说他现在跟你的距离他现在跟你的距离、环境啊各方面跟你的距离那第2个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特别去剖析一下他虽然有的时候前面会不小心就讲到一些后面，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分出来了，然后再特地再去研究一下，翻特别更多更细的牌来，再来第3是你们相遇之后，还有你们2个人的能量的结合状况跟未来性、未来的一个方向感这些我们都去帮你大致上努力的去把那个有跟未来趋势有关的讯息，我们都把它找出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一点一点的来知道到底有哪些我们可以知道的讯息。好，来，那我们从第1张这里开始哈。来，我们一样再把那其他的细节的牌都翻出来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它原本的位置在说什么宝剑1。好那从这里开始的话是宝剑1我们这一个阶段，我们要看的是他跟你的距离了。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他现在不在你身边，他还有一些变化。他现在的那个处境上面还有很多变化。然后，以方向感来说，他现在处在一个。我这边得到的选项还蛮多的，比较像说他现在要比较专心在事业呢，还是在家人呢，还是在功课，还是在工作，还是在感情这个部分，他才刚开始在思考。他现在有在这个难题里面，我只能说他现在有在这个难题里面。那通常如果是这个角度出现的话，那就不会是在你附近，因为通常在你附近已经有所感觉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觉得他有一个很强的注视的目光，已经在你身上了。好，当然我们后面还有4张，他不一定就只有这样。我只是觉得以现阶段以现实来说，只有这个牌，我觉得有点，乐观一点讲是不确定。好，可是如果我们积极的去看的话，我觉得他在某一个点正在停顿着东张西望。这样子，然后他身边在影响他要往哪里走的变数还很大。那他这里跟你的关系、跟你的距离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说，他有可能会不小心绕路了，但他也有可能选的方向就刚好笔直的往你这边来，也有可能哈。这个我们就看这边再做解答。那我这2张我等一下看，我先看这2张好了。他这边的能量是说，这边的讯号能量是说，是有比较容易，我不能说它一定会往你这边走，它是有比较容易跟比较大的比例上是会往你这边走的，因为在你这个方向里，它不是为了你走来，我只能说在你这个方向里的选择里面，有比较能够唤醒他对未来的渴望跟一些积极性好，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这只是在其他的选项里面的百分比偏高的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里我们还是可以补充1、2张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里了好，我看一下这里我给2张牌补充一下，这里我先看一下那里的情况，我再来翻
看来不是事业的方向哈。他等，我收回这个不是事业的方向，我想一下哈。我觉得他现在做选择哈，蛮高的程度是在于他做了选择之后，然后他努力下去之后，也许他做出了一番结果成就，可是他的终极目的是他希望、他想要、他渴望别人怎么看待他，他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现在他在这一个想法里面，好，那只是我觉得不是他现在不好，而是他现在想要再更进入一个更高阶的阶段，对他来讲是更难度更高的。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走到了他人生某一个阶段，开始有点乏味，开始有点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活得比他好，都努力的比他更有成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在啦，所以他他现在算是有点卡住。如果要去找一些解方的话，我觉得他需要摆脱一下他想象中他在别人眼里的样子，他不需要去追求自己在别人里的样子啦，因为他现在的思维跟现实有一点点脱离，有点距离。那这跟你的关系影响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停太久，其实你们的距离会一直维持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啦。比较远。他现在我们要把它简化成最简单的说，他现在就是没有在动。即便这张牌已经有暗示，他确实是有很高的几率是会往你这边来，可是他现在没有在动。那短时间内他需要好好的摆脱一下这个思绪，所谓的他人的评价这一件事情啦。好，那我们来回到这张牌啦，因为这个就有一些，这个就比较务实、比较现实的东西。那我们就只能先讲到这个位置。那以这张牌来说，我觉得算是你们两个的关系、你们两个距离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牌。可是它在的牌阵位置的力道偏弱哈。它能够集中到痛点，它能够讲出深刻的秘密跟关键字。可是它的偏弱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一件事情是能量是大的，它就会影响整个事情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张牌说你们俩他未来做的决定就是要往你这边走来了。如果他这张牌是在这里之后，就会说他现在就是要往你这边来。可是他在这个牌阵位置，我只能说他只是某种可能性。那这个位置讯息的重量不高，可是这张牌的重量强，所以在这一个比较起来，我会觉得说好啦，乐观点讲，记得是乐观点讲，是有比较高的几率他会选择往你这个方向走了哈。我们来看搭配这个，好，如果是7的话，加上6、7，我们不看，我们就只看能量。我觉得确实在会走来你的这个方向里面，有比较高的热情，有比较有扎实的感觉。所以如果在这里他如果想要挑战，他如果想要去挑战的这个心意突然变强了，那我觉得他可能会绕路。所谓的绕路，就是要遇到你之前，他可能会绕路。那这2张，我是比较放心啦。我没有觉得他会选一些可能就1%、1成、2成的一些选择，因为我这里没有看出来他有某种很强的勇气要去挑战很难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如果本质上是一个很喜好去挑战、去追求什么冒险的那种，他喜欢走小众的，他喜欢走偏冷门的，那他不会在这个地方做一种停顿，他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一种停顿，他也不会离他的现实太远，因为我觉得他现在的人格的一些罩门处在一种思考过多，然后又没有偏高的逻辑思维，去让他快速去分析。我不是说他不理智，只是我觉得他要去思考一些关于理智的东西的时候的节奏偏慢，他还是比较属于感情用事，他还是比较在意感觉，那这有好有坏。好处就是
你跟他未来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有趣，他很浪漫，有一些情感的东西，你可以跟他聊交流，他能够理解你，他能够感同身受，你会觉得他的人活着也蛮有爱的，对动物啊，对其他事情啊，对社会议题都很有感觉，他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他对于他自己如何活在这个现实社会里，如何生存，要拿出什么魄力，要怎么狠心，要往下走这个部分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发展，而是他思考这个的时候节奏不会这么快，没有判断力，没有那么速度不够。他还是很容易被影响，尤其是情绪、别人的见解、判断跟评判这个部分还是有，所以他这个就是有好有坏了哈。如果相反的话，你遇到一个很理智，说事情都能够分门别类就分清楚的这种人，那可能在情感上面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他好像不太听得到你心底的话，不太猜想得到你心里的声音，你的一些情绪的表达，他不太能 catch 到。好，都有好有坏，所以他这一个人，我觉得，他在于现实生活面的部分还需要有一些成长，可是他在于内在身心灵的体认，很强。他也有他的特色，是我觉得他能够比较能洞悉其他人的心意，还有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应该会比其他人更早察觉到谁有心灵上的需求，谁有一些困难，会比别人更敏感到这一点哈。所以以距离来说啦，以距离这些，我觉得他最后会选比较安全的选择，比较舒适的选择，他会往那个方向走。这个部分我觉得偏明确，偏明确，因为这两张牌都有一种稳稳的要去到那一个方向，但是因为是金币七，所以他选择舒服安稳的方向，不见得是他很确定在那里他能得到什么的方向，这是不同的。所以以这个核心上来说，未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应该都会比较选一种安全的方式、舒适的方式、比较完善的方式。所以他生活里面，如果你要他去挑战一些全然不同的，或是要强迫他离开他的舒适圈，或者什么，他可能不会往那里做选择。那坏处就是可能惊喜会比较少，生活的变化会比较少。但是好处是，如果你希望安静，跟一个人在一起，安静，没有什么纷扰，很好沟通，然后又能够被理解，那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那至于所谓的挑战啊，生活上要去做一些什么，要去不同的地方，那你可能要自己主动去提出。对于去开拓世界，对于去看到世界，你可能就要有更多的自己的独断的想法。那他会理解你，他会在你解释的很清楚之前就理解你，所以他只要跟着你就好了。他只是不擅长，他不知道他不擅长，我只能说他只是不擅长去对于陌生的事情，第一产生好奇心，第二重新规划一个全新的策略去面对新的事情。他只是不擅长这个，因为他现在就困在这个感觉里了。他现在就困在这个感觉里了。那所以这边来讲，他应该现在有一些事情是逼着他要去做选择、做改变啦。那只有宝剑一的意思是才刚开始面对，才刚开始思考，所以他还有一点时间。所以以时间上来说，他还没那么快要出现在你面前哦，还没有，他还在这里哦，因为他还没有行动，他还没有往快走。那这两张牌，他确实，我是支持他会慢慢的走到你面前。可是因为这两张牌算是比较遥望的，就像你在地球上遥望星空这样，你对星星是没有距离感的，你只知道那星星很远这样。他现在大概就是这样，你这个讯息就是它比较像是你遥望星空的时候，在星空里得到的讯息这样，有，只是你摸不到，你也不知道距离多远，但是有那个方向，有那个行进路径哈。好，来，那这两张牌应该就不用太多翻了啦哈。我还是这两张比较重要，然后看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重要连接，现在这样，
果然还是有很强的火能量哈。那这边确实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答案是，他接下来要做的选择，无论是工作啊、什么各方面啊、方向、人生规划或什么，他会在他有兴趣、比较有热情的几个选项里面选最安全的那一个啦。好，因为他好像很难否定自己对某些东西的追求，然后他只是希望确定他想要追求的那一个方向、那一个东西是有额外的，也让他觉得有安全感。所以照这个逻辑往下走，你会在他这一个方向里面遇到他的时候，你应该会带来一种很不一样的生命力，很不一样的样子。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到是这样子。那我不认为他喜欢你是喜欢你身上带来的一个安定感或什么。我觉得你会突破他这一个疆界，突破他这一个定义。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的耀眼、你的显眼、你的引起他注意，是因为你应该不在他任何规范里，他的生活方式里，他的原则里，他对世界的看法，他有可能很意外，他有可能不认同你，或是觉得你太另类了，他有可能会在初期会这样。可是他无法否认的是，你太吸引着他，而你吸引着他的部分不一定只是外在或什么。我说只是哈，我没有把这个去掉。可是我要着重的是，你有一种内在的很特别的能量，有吸引到他，而这个能量是在他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他的规范里面没有的。我刚刚说他会比较追求一些比较安稳的，好。有兴趣，可是他还是核心在是比较安稳的、平静的，他不希望那个不安的。可是你的出现，在他以为的他选的那个方向里面，却产生了一个亮点是，你比他更有生命力，你是浮动的，你是跳跃的，你是更有热情的，你是他内在所渴望想被突破的那一个安静。安静久了，他会希望有一种喧嚣。他那种喧嚣很像是一种看起来喧嚣，可是不是只是声音的喧嚣。他希望他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他不是一个很会去规划一个新的旅程、新的世界、新的挑战的人。可是他内心渴望吗？他内心渴望。在这章翻开来之前，我还不确定。可是这章翻开来之前，我发现他渴望一些很激励的变化。那这是你们两个能量连接很重要的核心。你的全新的生命力对他来讲，好像某一种浮木，他原本可以在海洋中自己游泳，他觉得没问题，反正他只要找到了节奏频率，他就游着水母漂或什么，他还是能够存活。可是为什么你的出现会变成一个浮木？原来你的出现会让他轻松一点，有人可以带领他走去一些陌生的地方。原来依赖着别人去一些挑战或陌生的地方，他只要跟着也很有趣。原来一个人的人格逻辑、处事逻辑或想法方式跟他完全不一样，会让他开始启发他内心一点一滴的火能量就出来。为什么说这个出现之后就这样？因为你们两个的连接是很强的火能量，而且这个火能量是稳定的、受控制的，但是火焰非常强。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这一个他无法抗拒的一种生命能量啦。我并不是说你的个性是非常嘈杂的、非常胡闹的、非常奔放的，像你们所认识的火象星座啊，什么牡羊、狮子、射手这种。我说的不是这个点，我说的是你的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来说，有一种很耀眼的特别。这个无关于你自己觉不觉得你特不特别哦，而是在他的眼里，他觉得你很特别，因为他是你的对照组，对照着一种他觉得安稳，可是你的出现却告诉他了，你这个安稳可以有更多别的变化，你还是能够维持着安稳，可是需要更多的变数，需要更多的变化，而你的出现就会产生这个。好，我大概知道这张牌应该会翻出什么，但我先补充这个。
来，我看一下这里，我再补充2点，因为我觉得这个火能量在整个连续到这里，我觉得我受到了某种暗示，觉得我一直觉得他在看到你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啦。好，不知道你散发着什么或做了什么，让他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有很强，这个讯息还蛮强的。那我这个我等一下这里我放在这里，等一下翻，我先把这几张的翻出来。看看后面怎么支持这张牌哈，哇，果然，哇，果然，你的出现有点醒或是叫醒他某种类似小时候的一些渴望，小时候那一种悠然自由自在的某种渴望，在你出现之后，你像一个到处乱窜的风哦，你像水一样哈、流到他的脚，冰了他一下，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你有某种自由自在，相对于他，你有某种自由自在，让他看到了某种许愿的时刻。像这里哈，什么叫做许愿的时刻？就是他可能从小到大许了很多愿，他一个一个都忘记了哈。可是，在许愿的当下，他会觉得至少有那么一点希望，在他的人生造成某种无形的改变，这就是许愿的意义。那在你出现的时候，他心里有这个感觉出来，好像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些可改变的具体实现出现了，就是你这样。那会造成这个感觉，是因为你的非常不同啦，你的非常不同引起了他这一个新的思绪。那好像在他以为已经被定制完的、已经有规则的人生里面，原来有可能创造出更多不同的选项。哦，在你出现之后，只是他还没有那么有自信。他在你出现的前一大段时间，他可能还没那么有自信，还没有那么能找到方法。可是他心里还蛮确定，是你带来的某种正向的变数，对他的生命来说，他非常好奇，也驱使他产生一些全新的动力，想去追求，想去看看这样。所以他对你的喜欢混杂了非常多的感觉，有一些是对外来的渴望，有一些是小时候失去的某种感觉，还有一些是真的就是喜欢的这样。那这边有讲到一些，我觉得这里有暗示到一件事情是，你们的认识应该是在工作上的，它会像是某种能力上的表现的时刻，你出现在他眼前，所以他会在很早或是很快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里面，就确定了你身上的某种特质是他想要的。好，这个部分是有点出来一点点，但我不想再延伸，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后面还有2组牌，我觉得应该有可能翻出来这个点。来，我们来看最核心的这个哦，原来，我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我是不是跟你说他无论他对某些事情有好奇，他最后还是会选择一个最安稳的。那你的出现，好像协调了、平衡了他所渴望的未来的某种制衡。这个很抽象，但我大概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就是说，他希望在他所有的选择里面要走安稳、平稳的，不要太多起伏的这一个规则下，可是他内心里面他无法避讳或是否认，他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刺激跟挑战。可是他没有那一个能力，他也没有训练出这个能力。他也没有挑战过，或是有挑战过有失败过，所以他很早就觉得他没有那个能力，他必须依赖别人。所以当你出现之后，感受上你们2个的能量和谐度很高，高在哪里？互补性很强，表示说他心里渴望的那一个浮动、那个变数、那个挑战、那个热情，你身上对他来讲有过多的存在，所以你们2个的结合会有一种加加减减的达到平衡的状态。他需要增加的得分的加分的东西，你身上有，所以他跟你相处之后，他也看到他跟你相处之后，他身上就会加分。可是缺点是，当你跟他越来走越近的时候，你有一些本质会为了配合他而去调度或是平衡到某种和谐。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很奔放，你很热情，你很冲刺，可是遇到他之后，你会为了他而慢慢减分，2个人会达到某种平衡。那没有不好，而是
如果你们两个本身本质上能量不适合的话，要强迫去做这一件事情也做不到。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能量本来是能量上应该就达到一个非常高度的平衡啦。女祭司牌这边，我只能说你们有一种终极和谐。当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最高等级的和谐产生。它会有一点点无关于你们两个的背景啊各方面有多不同。这不重要，而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的那个和谐度之高，会去调理你们两个谁要加分，谁要减分，谁的部分会慢慢的加分，谁的部分要慢慢的牺牲掉，然后达到一种某种平衡。那在我这边看到的某个角度是，你对他来讲是某种很高层次的救赎，或是救命，或是贵人。你的出现会让他意识到，原来他内在或心里有在追求更好的东西，而不是只是一个平稳安稳，或是他以为的未来。原来你的出现之后，会让他觉醒到说，人生应该有更多的追求，有更多的变动。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没有那么快会出现，只是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基本上这边都还没讲到遇到让我只能说遇到的时候，你会散发蛮多特质，让他记住，让他非常在意。那这份在意也有可能包含一点点嫉妒，为什么你有他没有？但是很快他就会臣服于你真的会做的比他好，你真的想法各方面都超越他。但也不是说你所有事情都比他好了，我必须说，他的那一种平静跟沉稳、追求安全感的这一种性格，是你比较缺的。该怎么说？就是如果要一起旅游的话，你可能会想要随机的探索的，可是他其实心底都已经规划好了、研究好了有哪些可能性。所以你跟他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做了非常多功课，只是他没有要炫耀出来，他比较没有要讲出来。他会在感受上比较不安稳、不平稳，或是有一点絮乱、没有在规则里的时候，才会提出，才会把它摆正，这就是他的能力。所以我才说你的各方面可能会被因为遇到他配合他。然后要为了达成某种和谐，然后会扣分。用扣分是比较严格，但是我觉得会变得比较收敛或消减。譬如说，你是一个需要超级大的笼子里让你在里面奔跑的一个角色，他没有说不让你奔跑，只是他会规划出一个你能跑的范围里面，可是又不会到处乱跑的范围里面，让在里面挥霍奔跑，大概是这个逻辑。他有这个能力帮你在稳定的范围跟世界里面玩耍跟奔放，而他也很欣然接受，而非常喜欢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能让你自由自在的奔放。这就是你们两个很强烈的互补，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平衡。好，好，那回到第一组牌的距离跟时间来讲，反正也不是最近啦，不是最近，我们又不小心讲到后面，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往看后面的哈。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阶段哈。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是来看一下他的人的本质。好，我们来针对他这个人来看一下。虽然前面已经讲很多了，前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也讲到了一些，但是我们把范围缩到更小，我们来针对他的人来看一下哈。来，一开始是星星牌，我觉得。他其实从前面的逻辑上跟前面的能量规划上来讲，我觉得他其实内在有蛮多想为自己做的事情，他其实内在蛮多想要去追求的、想要去奔放的事情，他内在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他有可能之前的人生经验里面把他框限住了，让他局限住了。它有点像是画画的感觉，就像如果你7岁以前你随便画画的东西，然后你被你的家长、父母称赞的话，你这辈子都会觉得你是个会画画的人，你可以会画很多东西，只是你要不要再继续深究、努力下去而已。乐器这方面都是，可是画画比较容易出现他就是有可能在之前的小时候的经验各方面的时候，他有些能力跟有些梦想被局限掉了，所以他未来就会觉得安全保险。生命中出安全牌是最好的，而且他也是一路这样走上来。可是他无法忽视的是，他内心某种蛮多想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渴望。
好像一直离他很远哦。这也就是你出现的重要性，我必须说，他甚至可能也不太会相信所谓的占卜或这些的，这些太难琢磨了，这些答案呢各方面太不稳定了。可是你会来看，你会接受，是因为你对神秘主义各方面的你的理解跟包容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你带着这份弹性跟这种无限、这种未知出现在他生命里的时候，然后又笃定、又相信、又向往，对他来说太特别。他好像就唤醒了他这张星星牌所对于那一种未知、需要努力、很难触摸得到的这个东西，突然有一点具体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难道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其实也可以把它规划在可以去追求的项目里吗？好，这就是他遇到你之后的，他有感受到的一种很高阶的可贵啦。不是说他的人生没有遇到这些人，而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对他阐述于那一种所谓的未知世界啊，那一种宇宙这种的很难、很复杂的词义哦，他会慢慢的理解到，然后他内在那个东西被唤醒的时候，我想这就是你们关系在变得比较更进阶的阶段出现的时候了。好，来，我来再一个一个往下翻哈。还是一样，这边还是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主要是他还是喜欢追求平静，喜欢追求安全感。那你们两个中间的超然连接，其实最核心也是这个。你会觉得你不是，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觉得有很多人一直有一些讯息在暗示我说，选择2号牌的朋友其实也是没那么容易安静下来的，可是也是很追求安静下来的。所以反过来，这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啦。所以才说你们这组的互补很强，一个想要某种突破，一个想要某种平静。哦，那这一点反而让你们达到某一种完全的制衡，就是也不用特别做什么事情，好像他想要。他渴望的东西你身上有啊，你表演给他看就好了。那他的安静，你也渴望，但是你不需要那么安静，所以他的那个安静，你看着他很安静，把整个事情变稳定，这样也就够了。好，这就是你们两个内在能量有一种很奇妙，然后很难用言语诉说的深层的连接，而这个连接会在某一些不需要说出来的时刻，用眼神或是用自己思维上就知道说，这个人是适合我的。好，他会有一种感觉上觉得的合适。那这个合适，它有一种心情上的佐证，就是你们两个待在彼此身边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高度的平静感。那个平静感会平静到让你们觉得可以在这个人身边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会被抱怨，也不会被讨厌，也不会远离，也不会在彼此身边消失。要立刻不封锁，跟这个人对话也可以，可是一对话几句又可以立刻把自己封锁起来，然后两个人用一种独立的个体在旁边陪伴着。这就是那一份我说的安心哦，然后这也是你们两个后来会达到的某一种关系上的稳定啦。那它无关于无不无聊，或是生活很淡，它不是这个。它这份稳定可以让你们在空气中细细的品味到。有一份温馨吧，有一份温暖就在你身边，不会让你觉得孤独的感觉哈。这是你两个能量，那这边可能要注意一点是，他应该会非常安静哦。好，从前一组牌到这里，我都一直被所谓的这个人很安静的讯息所冲击到。所以他这个人可能有很多的心思、想法各方面，就算连抱怨他都不会特别主动去把它讲出来。他不是这种人，他需要被问，他需要被察觉。可是他没有渴望被察觉，他也没有渴望被理解，他只是会期待他的生命有
所变化，但他不追求，然后会期待他会喜欢突如其来或随机的对话，他也会享受可是他不会去开启更多的对话。就是有些人会在大家聊天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创造新的题目来聊天，可是他不是，他觉得没有就没有，他也不会特别需要去创造，除非真的很重要的事，或者他想讲的是，他会提出来，点到一点点，然后引起你的兴趣之后再聊下来。但是他讲出来一点点，他并不是要去渴望创造一个对话，他不是这样。所以你大概知道他的人格就是他的安静是属于一种就伫立在那里无所作为这样子。我不是说他做事情没有，我只是觉得说他在跟你遇见的时候，他原本所追求的那个稳定性，会因为你们两个的性格的协调跟反正就是某种调和跟搭配啦，会达到某一种安静，让他觉得很舒服，所以他会强化了他内在的本身就已经固有的那个安静的特质，然后被强化到更安静、更平稳。这不是他的错，反而这是一个特色，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跟你相处上面的某种安定值非常高，所以他能够放心的让自己自在的安静下来。所以我才说，你在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能很安静，但是他不是不回应，这点要注意一下啦。我也不是说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们就是非常燥的、非常热情，没有，只是相对于他，你们的浮动会再高一点，然后你们的思维会更弹性一点。他在你的眼里看起来是比较木讷的、比较没反应，可是其实不是，是题目对不对？对话的题目对不对？发问的题目对不对？现在关心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对不对，不是好坏的对不对，而是如何去激发跟叫醒他，做出更多的回应，是这个东西。好，来，好，我们接下来看，我看一些比较远的啦，我看一些比较远的讯息，来看一下他这个人的一些，我们来挖掘一下他内心的这张我等一下翻，我先看一下因为这张牌还蛮大的讲一些他内心的东西。其实他内心有蛮多想要去做的事情，但需要突破，需要有人帮他打开。我想以今天会翻到他然后再加上你意念来说，我说你应该就是他那一个很重要的人啦。我前面说他会很安静，但不代表他内心没有火焰在燃烧，没有东西所向往。那这件事情证明了他有一些很想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有一些东西他在小时候可能没有被夸奖，没有被称赞，他就某些才能、某些东西就暗淡下来了，会有这样子的部分。那暗淡下来的东西，在他心底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火苗，需要有人把它打开，需要有人把它引导，然后把它绽放起来。那么你的不同，你的人的不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火苗啦。好，那这份默契、这份能量的连接，应该就会在你们认识、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应该就有，因为你在他眼里会发光。所以他会慢慢的巨细靡遗的，慢慢的发觉到你的重要，还有你对他的影响。然后，但是他不会很主动，他不会告诉你这样子，他会用一些很多其他边缘的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去表达他内心对你的在乎，或是对你好。可是你要知道，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你会感觉不到他想要在你身上有所求。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他也没有在暗示，因为他心里不是这样子苛求，他是很自然的反射动作的觉得你很珍贵，你很好，你对他有一点一滴的影响，甚至连他都不太知道你对他的你的存在对他影响了多少。可是他会有一个反动，反射出来，想要为你多做很多事情，这个是无所求的。然后在这一个你来我往，他对你做，你对他做，都是一些很隐晦的、很底下的，不是很明朗的东西。他才会慢慢的开阔起来，他才会慢慢的以为自己是因为跟随你而去做了更多的事情，其实是他自己内心的某种更多的觉醒，然后他这一个内在的4种能量的开关会打开，他会慢慢的发现自己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向往，而且也有可能
你们两个在一起或相处之后，他会慢慢的没那么安静了。他想做的事情变多，他想表达的东西更多。可是以现在来说，都还是在非常里面，还是需要被挖掘的。可能要几年，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是4个能量的一个调和出来，它一个新的样子。那它分成4种能量，它就是需要各个击破、各个发展，它没有办法一起，它不是同步的。你的出现，你的出现会让他的人生和各方面会重新诠释他所认为的安定、安稳跟平静，或是稳定啦。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他可能在某方面会加分，你的部分会加分，也会扣分，也不能说会扣分，会削弱，就是可能你奔放的部分会为了他去削弱一些配合他，可是实际上或是相反的，在皮带里面你也会有加分，他也会舍弃掉他自己，舍弃什么？舍弃掉他这一个平静，这一个安静，他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放开来了。这也是他的某种特质上的削弱，而去让你这边加分，让这份关系加分。他就是会有，你们会有一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互补啦，就是一强一弱，会一直在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所以，我们换回来，他内在的影响上面来说，我认为你对他的影响比较多，然后，可是你在他身上有反过来学习很多你需要的东西，而且是不知不觉的。所以从这里再看长远一点看，你们两个会有一点越来越像，会有一个越来越像的趋势，性格上，然后表达上这样。那未来你们在一起久了之后，这已经讲到这一张牌了哈。我讲一点点就好，先等一下再翻。他会有很多的改变，你也会有很多的改变，会在你们原本旧的朋友里面发现，但你们会非常乐于这一点啦。好像都开窍了某种你们很里面的一个自己，把它挖出来。好，那我们回到讲他的部分来说好了。以现阶段来看他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的点是，他没有好好的、完全的善用自己最内心的那份直觉，或是他有某一个黑暗面、某一种阻碍、某一种罩门、某一种阴影，让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冲，不需要那么多挑战，不需要那么努力，不需要那么冒险。那我倒是觉得他平常做的梦，他晚上做的梦，反而都更天马行空一点，因为他的内在的本质啊，内在的潜力，只能在那边挥洒出来。从前面一路看下来，我觉得他也没有他的工作各方面也跟创意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宣泄他对于很多现实以外的世界的幻想跟想象，所以他可能只能把这些内在的很丰富的东西，想象力够多的东西，可能投入在其他人的创作吧，比如说电影啊、书啊、影集这样子。其实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啦，他们往往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主要是因为没有那一个训练的过程，没有那一个练习的过程，没有那个练习的10年、20年，所以他们就误以为自己没有这个份创造力，可是会把这份创造力用在别的地方。譬如去开拓更多的旅游，去规划更多的旅游行程，去做更多的挑战。所以我才常常讲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去多挑战一些你们平常没做过的事情，比如说运动的项目，可能就不要只有跑步。我都说去学学看滑雪，去学学看攀岩，去学学看更难的潜水。它是一种，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现在生命里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让你创造，那你可以先去创造一些挑战，去创造全新的经验啊。所以有些人，譬如他，会慢慢的发现自己人生的乏味，压抑不住内心的那一个澎湃，
小时候想要做非常多的澎湃，所以他们最后就去选择去做更多的尝试，收集更多的经验，这也是另外一种创造力，创造出自己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像我刚刚讲，会去挑战这些东西。那他呢？他现在还在没有开窍的阶段，但是他遇到你之后，我相信你们就有差异。差在哪里？一开始的差异就是在他不会来看占卜，而你会。你会希望在这里得到很多的启示讯息跟未知，他不会。这就是因为他对于他所看到的宽广的世界，其实是有一个上限的，是有一个盖子的。他需要的是发现，他不是只是在一个岛屿里生活，岛屿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里。好，他以为的那个岛屿就是全世界，可其实他不是，他只是没有人把那个盖子打开。他现在就是这样，就跟我刚刚讲的，很多人都是这样。随着年龄会到了某个程度，他自然会打开。可是遇到你，就算是一个捷径，算是一个幸运，你就是他的贵人。你的表现，你的世界跟他讲什么，他不会排斥，反而他会欣赏，他会听，他才会知道说，虽然我很擅长去把一切东西都保持的比较安稳安定，但原来我内心缺少的那一块是自然的去接受挑战。自然的去寻找挑战，而你这边有很多这种对于宇宙啊、生命这在某方面来说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那这份开放对他来讲是很陌生的，光是基于这一点，你们两个人能量的调和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未来啦。也许你会变得比较踏实一点，但是你还是很相信这些神秘主义，他会变得比较有一些对空泛世界、神秘世界的猜想，可是他还是尽力的维持一切都很安定，所以你们两个的互补就会很完美啊。会在这种加加减减之中，就一直黏腻在一起。记得我从这边看到了他有很强的内在的，有很强的，以我们的说法就是他有很强的显化能力，他的执行力很强，但他笃定确定要去创造某件事，他会去做。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可以去完成蛮多的向往。我通常都只会跟你说，就以拿旅行来说啦，因为旅行我觉得旅行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难在每次都要挑战陌生的位置，这个可以当成是一种练习。那你们未来可以多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旅行会看到很多人在挑战你的生活里面从来没看过的事情。他们所面对的生活的挑战、技能的挑战、国家的挑战、位置的挑战、地的挑战、天气的挑战，是你所在的位置是没有的。不是只是得到很多知识，而是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宽广，还有世界的选项。这个很重要。好，那我觉得他在后面，他的人的个性在后面会越来越有趣，然后越来越多惊喜。从这张牌偷偷透露了一个比较未来的东西。我只能说，这张牌再次证明它未来的多变性。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它会有一种变色龙的感觉。他对世界的各种好奇心后面会慢慢的升高，不会像是他现在这样子，觉得只要打安全牌就好了。他后面会因为一次一次的挑战，激发了他内在的能力。他发现他自己因为有一种非常稳定的、安定的心，所以他能够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变化。这边又再讲了一次。这边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他其实不是他外在的看起来那么土能量，其实他是风能量。他在理智里面寻求高度的变化，这是他的本质，只是现在还没有彰显出来。好，来，这4张我们翻完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的确是一个需要突破的东西。我刚前面说，他内在有个东西需要被突破啦。果然是有哈。他带着太多他以为的包袱了啦。我觉得他真的带了太多他以为的包袱。记得这句话的重点哈，他以为的包袱，所以那个是存在的吗？基本上是一种错估。我觉得他错估了他认为的世界。其实从前面很多牌都证明了这一点，他错估了他认为的世界啦。我希望你的出现，其实这张牌看起来好像是你的新恋人要出现，其实你们两个有一种谁带领谁
的顺序而已。可能现在一开始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会是他跟随着你，慢慢的等到他更觉醒各方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你变轻松了，反而你会跟随着他，因为他很多东西都觉醒。只是现阶段来说，有很多的他以为的东西需要被你的存在突破，而不是需要被你去解决，需要被你去告诉他去解决。没有，是你的存在就会让他慢慢的突破了哈。来，我们来再看3张牌来看，这里好像可以看6张牌，我看一下哈，因为它有不同牌位的。好，我一次看这6张牌，给予这个。好，我看一下。我最近的画面都拉得比较近哈，因为我觉得拉太远，塔罗牌很小，看不到图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些画图艺术家的一些心血，我觉得被看到图样很重要哈。来，我看一下哈，还是出现了一些，这里都还是出现了蛮多稳定的牌，可是这里有蛮多骚动的，看得出来他内在有那种很蠢蠢欲动的一些向往跟一些梦想了，可是现在现实是完全被压抑着，而且他还有一点点觉得他不重要，他有一点点我辅佐别人成功更重要的概念，也在他心里一直在发芽哦。我是希望他不要往这个方向走，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内在能量很强的人，他不只能给予别人支持、祝福或是辅佐别人成功之外，他还能创造自己的成功。只是他现在锁住了哦，把自己锁住了，所以我才一直跟你说，他一直在一个他以为的世界里面寻求安全感，但可惜啦，你的出现已经会大大的改变这一切。当你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你的那一个高度的差异性，就会让他产生一个非常大大的问号，会有点像是什么？这是谁？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会有非常多的提问。然后他后面的提问会有一种就是，我想知道答案。我为什么要知道答案？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对我来讲很重要？他心里会有很多这个，在你出现之后，其实这里有非常多骚动的牌，这里哈，这里都有。光是这2个讲爱情的，都在透露他其实把他内心其实非常向往一个完美的爱情的这个概念也透露出来了。而且在他面对他向往的爱情概念之后，他还会有一点点又忘了保留自己，想要把自己牺牲掉，去让那一个他所爱的人更好，牺牲掉。但是还是一样说，可惜呀，事情不是这样走的。他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他除了能牺牲自己去为了他喜欢的人之外，他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达到一种全新的觉醒，发现原来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能做的其中一小块而已。他原本以前牺牲自己是全部才能做得好，没有发现他会发现自己的能力好到，他甚至不用到牺牲就可以做比牺牲自己做得更好的程度。他是一种非常依赖着爱来让自己觉醒的人。那他以前都不会这么觉得，可是他在你出现之后，我想他开始有在思考爱情是什么，然后爱是什么这样，然后他开始思考为什么稳定、情绪稳定在他的生命里这么重要。答案是，因为他要到以后很未来才会发现说，原来爱情会让他这么骚动、这么混乱。他内在有一些能量，早就已经在提示跟暗示他说，先保持稳定比较重要，因为未来爱情出现的时候，他才有抵抗力去面对。然后从这里这张牌看出来，当一份爱情你出现的时候，他会非常快速、急速的就陷入到里面，他的人生的经验、他的智慧、他的智商都不足以去阻止他这么快投入爱情，然后他还会听不进去他旁边的朋友的谏言。他这个谏言有点像是说，你怎么突然见色忘友了这个概念这样。
都是玩笑话。但是他这里在佐证的是，当他遇到了那个爱情的时候，他投入的兴趣很快。所以这边还偷偷的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之前啊，好像都还没有认真谈恋爱过。他以为他认真，可是其实他没有认真。他遇到你的时候，可能会是最认真，他人生头一次认真的那一次哈。因为世界排在的位置告诉了我说，这一次的筛选，这一次的你和他的相遇是非常严格的哦，淬炼出来的一个相遇。我们用比较拟人化的话来讲，就是宇宙里面筛选了好几次，筛选了很久，才把你选到他面前。你听一下我的话，是把你选到他面前。所以在初期，我一直有一种方向感，是我觉得是你去把他救出来，把他从这种无聊的人生里面救出来的重要的人。所以你遇到他，他出现的时候，你要尽情的发挥你是谁，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哦，那你可以当成是一种培养，因为他后面的后坐力很强。当他开始觉醒了，到了这张牌魔术师牌后面开始觉醒的时候，他在一个非常后面后期晚成的位置出了魔术师牌，就是在告诉你说，他值得等啦，你值得把他等到你们两个都很意外的那一种好啦。你们，看到这里，我只觉得他以前应该有受过某种心灵上的冲击，我不能说伤害，应该说有一些冲击，让他整个才华、能力啊、创造力各方面的本质都先打折了一下，退回去了一点点。所以在他现在，他会以为他只是这样，但是其实没有。我看到后面的非常多的能量在爆发起来。好，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组哈，来看你们两个非常接近的时候的状况是如何哈。来，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看你们两个人真正相遇的一些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趋势啦哈，看它是从什么方向去切入的哈。看一下，现在第一张是正义牌哈，找到，我得到的第二个讯息是找到自己，谁的自己找到，好，找到，来一个一个翻哈，找到，分明，好，没关系，好，我直接用直觉讯息来回答哈。好，解惑分明，一些尖锐的能力，尖锐相处方式好。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我得到的第一个句子是太顺而产生疑惑。好，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强大的陌生感啦，因为你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完全不同的人，在你的想象里跟他的想象里，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里应该不太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人，然后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是蛮特别的，你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同一国的人，只是，而且你们甚至连外在讲话、声音、气质都是没有特别感觉的人，这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可是当你们两个越来越多话题越来越开始聊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种很奇妙的契合。我觉得会先从节奏感上面开始，好像两个人都能够彼此接住彼此的话，所以你们可以一直往下有开创更多的新的内容，然后很顺。可是心里的某种直觉一直在排斥着，而且会想象着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好感而已，
会有这样子哈，这是一开始。那你们每次见面都有一种混沌的感觉，他需要在你们两个接触之后，回到个人的空间里面冷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分析出来你们的合适的感觉。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虽然可以很聊，可是有一点点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可是就觉得聊起来很顺，讲什么都可以，然后也不太会记得中间你们聊什么，只觉得两个人聊起来很顺。然后等到你们两个分开了，回到自己的空间独立下来的时候，你们会回想跟这个人的一个默契的一个顺利、顺畅，很合适。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完全记不得你们聊什么，可是就觉得跟这个人一起的时候很舒服，可是又没有那么急迫的想要立刻再见到这个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推挤啊，推挤的这个感觉，会在你们初期遇到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哦，这里也是，这里也是一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会很在意，可是却没有那一个行动或渴望要去立刻再去见到这个人，很奇妙哈。好像因为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所谓的沉重是资讯量太大，新的资讯太大，话题太多，讲话的节奏太快。好，那至于他那边会有更加倍这个感觉，因为前面我刚刚说他其实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其实话不多的人，可是，在初期你们遇到的时候，他也对自己为什么对你侃侃而谈，能讲那么多事情，分享那么多想法，也有点吓到自己。他可能也觉得我平常不会讲这么多话，可是遇到的时候为什么会讲？所以他跟你一样，你们两个人遇到前面几次遇到离开的时候，都没有再去急于去传讯息给对方，去联络对方再出来。你们有一种心灵上的想要先拉开距离，让一切先安静下来。你们两个每次一遇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混沌骚动的感觉，这样，这是你们两个的默契啦。其实这是你们两个达到的第一个默契，所以你们第一次遇到之后，你们就不会急于第二天就要再约出去了。你们不太会立刻感受到，其实这是一份爱情的喜欢。好，我觉得没有，但是这个顺序就要好几个月了，然后应该会到某一个满足点之后，会让你们变得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然后可能会真的约出去，然后会有一整天都在一起。那个时候应该就会达到蛮明确的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好感的一个感觉。在我看来，你们在初期认识几次之后，其实对彼此都有好感了，可是一直有一种排斥感，好像在排斥着去承认这件事情是出现。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你们内在其实有一种反抗，是觉得第一应该不是这个人吧，因为你们有蛮多不同。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你们有很多的不同，然后有昙花一现的感觉很重。好，然后彼此，尤其是他那边想要的爱情的稳定的感觉，也没有出现。那一种一遇到就觉得是这个人的感觉也没有出现。但是内在在交谈的时候有一种很顺的感觉，一直重复的累积起来。好，那这个部分，光这个题目我再翻2张来看一下，它是往哪个位置走哈？来，一张一张。哦，好，哦，哇，2张都是好，你自己看了，2张都是爱情，好，然后这边有金星能量哈，我简化说这2张，就是你们已经走在爱情的路上了啦。前面无论你们多排斥、多么没有紧密的，可是这条爱情的路已经往那里走了，而且是很强的风把你们往那个方向推去。它不是只是恋人牌的那一种短暂，它是非常多次的短暂的累积，所以它就符合我刚刚前面讲的，你们每次遇到就结束，然后却不会立刻再去约，
你会完全保持距离，这非常符合一直连续出现的爱情牌的风能量的间歇性。然后这边2次翻出来，又在证明了我刚刚前面讲的。那只是这里讲的是说，这就是你们的爱情的模式。那你们的不同，你们2个人的不同，我们用一种夸张的讲法，就是可能神无法爱上凡人，或是鸟无法爱上鱼的这种不同，让你们内在有产生一种默契，就是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怎么可能会相爱？所以打从心底内在就已经否定了这是有可能发展的爱情，所以才会把它诠释成这是昙花一现的好感。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你们2个初期见面的哦，那你们2个未来，刚刚上面前面已经讲，你们未来的默契度是很好的。可是到第3季，我们来讲你们一开始见面的部分，刚开始，只是你们以为的很多阻碍，爱情的阻碍，不会让你们2个在一起的这些阻碍，都完全没有效果，没有效力。整个能量的连接，你们2个能量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即便你们没有刻意要相遇，你们会在别的聚会，会在各种场合，会在不断的再遇到，然后每次遇到的时候，就是疯狂的顺利的谈话，疯狂顺利的交谈，然后越来越把彼此记在心里。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就会演变成一种，你们可能就会约出去一整天都在一起，就算只是聊天，也有一种舍不得离开的感觉。这在我觉得差不多快要变成恋人前的情况的时候，会到这个阶段了哈。牌子不骗人的，我们有些东西都先讲了，后面翻出来就是讲，那顺着它走就对了哈。来，这2张哈，来再讲一些别的。我看其实大部分都讲完了，我再翻翻还有没有什么秘密哈。我觉得这2张给我一个提示，要我提示给你啦哈。不要过度分析，不要过度判断。当爱情来临时，就用整个直觉去感受它，不要去用经验分析，不要去用其他人的故事来判断你现在的故事是否有收获、有成果、有效果、有什么。当下享受当下的那一个，你们的聊天畅快就好了。然后，甚至他这个不要过度判断，有一点就是。不要事后再回想过多，不要事后再思考过多。想要见面就去约，想要见面就去联络，差不多是这样，自然一点，顺遂一点。好，然后去这边还有一点是体会一下这份快乐里面对你们身心里的一个疗愈跟治疗，它有很强的幸福的感觉，其实在默默的治疗你们，不要反抗它。顺着去，不要认为说，当这个感觉越来越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你接不住的爱情将要发生。不要这样想，它会是变成爱情，它就会顺然的变成爱情，它会持续很久的一个很好的关系才会变成爱情。你就顺着这个这样慢慢持续的很久，这样你会在中间找到你们的相处之道。这里讲的提示是这样哈，来，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这应该是我们这组牌最后一个哈，我看到某种催化剂了啦，但我翻一下来确定，我不要直接给他解到，翻一下来确定这一份催化剂往哪里走。好，我先翻，我再看。我第一个直觉是，又会有别的追求者出现在你们2个之间，不知道是追求他还是追求你，然后这个是个催化剂。因为你们2个相处的时候有一种很顺的感觉，然后不受干扰。可是，在中间会有一段，就是你会发现，或他会发现，原来你们还有别人喜欢，然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强化你们去发掘彼此的好，因为他有一种剥夺感，怕被抢走的感觉会出现。然后这一个催化剂反而会让你们2个更紧密。然后你们会去挖掘跟发现，其实你们2个彼此身上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彼此的东西出现。那，但还是老实说，你们还是时常发现你们的不合适。好，我刚前面都用你们的不太一样，可是其实重点是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不合适。你们会一直在很顺的感觉跟实际上不合适这个东西一直在前前后后碰撞，然后它有一点像是搅拌啦，
它有点像是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在搅拌，因为像搅拌机、果汁机这样在搅拌，它是一个过程啦。会发现不合适，可是好像又都搅在一起了，这样，然后就变顺了。然后你们会习惯它，之后会开始放大对彼此的喜欢。我觉得它也许不是叫放大，它是被凸显出来。原来你们还蛮喜欢彼此身上某些点的，但我还是老实说，那是因为习惯之后发现那些特点你们很喜欢。它不是在一开始就完整吸引你的，那是后来相处之后，慢慢的你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喜欢这个点，这些点，原来这么喜欢这个人做这些事。他也是啦，他也是在这样子哈。那整个相处上，他喜欢你的能量会再强一点哦。他注意你、注视你的能量会再强一点，比你多一些。你比较后知后觉，我先说你比较后知后觉，你的疑惑比较多，你的犹豫比较多。这个原因是因为你本质上就是比较直觉性的、比较敏感的，感受力比较强，比他强一点。他比较钝，他没办法一次去感受5、6个点，然后同时思考。他一个就已经很复杂，可是你可以你可以2、3个点、2、3个感受一起去思维，他没有。所以他比较能专注在喜欢你的某个点上面，而你会在喜欢跟疑惑同时在这边交错，然后再判断说：我真的喜欢他吗？他真的喜欢我吗？我喜欢这感觉吗？为什么是这感觉？会有很多的确定跟不确定同时出现。可是他这边比较不一样，他就是问题提问了，找到答案了就结束，比较不一样。那前面有说了，你们2个未来相处上其实是会越来越好了哈，然后他会慢慢变成更特别的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前面也讲哈，那未来你们相处上会有很多的生活里会创造出更多新的挑战，不会像现在这个初期，因为这里比较初期。我不能说这个是个磨合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查。在你们在探查彼此的时候，会不小心发现，我怎么会这样先入为主的认为一个人只会长这样，他的个性会怎样？你会慢慢被突破你自己的一个心境啦，也会慢慢的打开哈。好，那差不多就这些，他讲的还蛮多的，那你慢慢去体会。我觉得这组比较慢熟型，关系上比较慢熟型，然后初期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爱情的讯息。你在初期可能会比较觉得说有一个新朋友还蛮容易聊的，就这样而已差不多就这样而已但是我必须说，他那边的感受比较强烈，因为他平常感受直觉、水能量、情绪能量的机会不多，所以当你出现之后，有特别有这一个水分能量、直觉能量、敏感能量出现，对他来讲很重，对他来讲很重。同一种重量、同一种浓度，对你来讲有点平淡无奇，可对他来讲很重。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他看到你们遇到的时候，他对于你的好感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好，那大致上就这样哈。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再等一下了哈。还要再等一下，它才会出现，然后还要再等几次的接触之后，才会慢慢的走到爱情。但是记得这2张牌，做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你们怎么没感觉，这份爱情在发生；无论你们感觉到了，然后再阻止或是排斥这爱情在发生，可是当你们一遇到之后，整个能量的走向就是要往连续性的爱情发生的路上走。他这份爱情的路比较像是坠落的，遇到了然后就要一起往下坠的那一种感觉，所以阻止不了这个的发展，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好，那就这样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很长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我们热情的、乐观的、乐观的期待谢谢你们。